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欢迎来到包明说。中国在万安滩驱逐非法勘探船，越南为何铤而走险呢？最近外电报道啊，中国的海警部门正在南沙群岛的万安滩和越南斗智斗勇，中方坚决制止越方进一步的盗采石油行动，双方的行动的规模之大是近年来罕见的。南海周边的几个国家中啊，几乎都提出过对南海的非法要求，但只有越南真的挨个打。1988年的314海战是新中国迄今以来最近的一次海战，越军几乎被解放军海军全歼。从那之后，越南呢就不太敢于和中国正面对抗了。这一次在万安滩呢，越南决心很大，甚至出动了越南海警最大的船只 CSB 7011号。想和中国硬顶，这背后的一切必有缘故。越南是不是受了美国的怂恿，打算再做一次炮灰呢？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不大。自从314海战到现在呢，美国不是没有拉拢过越南但越南都婉言谢绝了，因为中国不仅仅和越南在海上相邻了，还有一段很长的陆上边境线呢。1979年的自卫反击战和80年代的两山轮战。很是让越南受了一些教训。假如越南投靠美国，中国就算不在陆地上动武，仅仅是关闭边贸、撤回中资，就能让越南的经济和财政陷入麻烦。越南这次铤而走险抢占万安滩是有其他原因的。根据统计呢，越南在2023年的第一季度的出口发生了断崖式的下跌，虽然与上年同期相比，越南的 GDP 取得了3.32%的增长，但是越南的制造业就萎缩了0.37%，采矿业下降了5.6%，商品的出口同比下降11.9%。这对于急需外汇的越南来说呢，这已经是个危局了。越南外汇的很大一部分要用来进口石油。2021年，越南呢共开采了将近1100万吨原油，只能满足国内需求的70%。这一年，越南出口了310万吨原油，然后呢又进口了将近1000万吨。2022年，越南进口石油887万吨，价值89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了27.7%，进口额增长了118.5%。2023年1月份，越南进口石油100万吨，折合美元是8.79亿，同比增长了92.6%。其中呢，越南从韩国代理商进口的石油最多，其次是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油商，中国排第5。这种一面出口一面进口的奇怪现象，其实是因为越南的石化行业技术水平很差。越南目前只有荣菊和义山2个炼油厂，义山厂呢只能炼化海湾的原油。荣菊厂倒是能炼化本土的石油，但只能炼化一个叫做白虎油田的产品。由于开采的技术落后白虎油田的产量是一天不如一天，所以越南只能把自己开采出来的石油卖掉，再进口一些适合荣菊厂炼化的石油。这一买一卖之间呢，就必须达到个一定的平衡呢。如果进口石油花钱太多，出口石油赚钱不够，贸易就会不平衡。越南虽然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但是因为摩托车遍体都是，数量庞大，对石油制品的需求量并不小。市场上的石油制品的供应，特别是各种燃料油，总是处在紧缺状态。所以在出口顺差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越南呢必须多出口一点石油，换回适合自己炼化的石油，才能保证它的能源市场和外汇收支的平衡。于是，储量超过50亿吨的万安滩就成了越南要下手的地方。其实越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抢夺万安滩的石油资源，这次行动是打算扩大开采规模，但是这一次中国不打算再放任越南了。美国的研究认为这场争执的结果不会有悬念。中国海警力量的规模和战斗力已经超过了东亚和东南亚各个国家的总和。目前呢，南海地区有勇气和中国对峙的海警力量只有菲律宾和越南。菲律宾的海警的规模和装备水平都不值一提，越南海警略具规模，但是和中国海警呢仍然是无法相提并论，太少太小。
这场斗争的本质问题是越南呢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的道路，总想着用大量引进外资的泡沫经济手段来走捷径，一旦遭到美国资本的收割，就立刻显出原形。在这样的困局之下，还想从中国身上占便宜来弥补越南财政的亏空，那是错上加错呀。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